Hello，朋友们，今天中国大学江湖系列，也就是我们的中国新经济权力的史诗三部曲，终于来到最后一章了。我建议您今天这杯咖啡要慢慢品，因为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有一些禁忌，但是故事绝对有料，甚至我们还能够配上一首诗，边喝边聊。你敢想吗？能够让王兴、张一鸣这些在互联网圈子里面出了名的孤狼，跑到约旦的沙漠里面，围着篝火，一边吟诗作对，一边谈初心，这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组织呢？过去几年，你可能听马云跟湖畔大学的故事，耳朵都快听出老茧了，对吧？那这么说吧，如果湖畔大学是摆在明面上的阳谋，青藤大学是藏在腾讯生态里面的内功心法，那么在水面底下，其实还藏着一个更神秘、更顶级，甚至跨越了所有派系的终极圈子。这个组织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能够让马云的湖畔大学都显得有那么一点小儿科的存在——三师院。说它是中国互联网的影子议会，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那这个事儿是怎么样被大家知道的呢？其实还是创始人沈南鹏在一次采访里面不经意的说漏了嘴。他这么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3年前，我跟梁建章、包凡他们成立了一个学习组织三师院，第一批学员就有王兴、陈维、张一鸣。你听听，就这么一句话，里面都提到了谁？王兴、陈维、张一鸣，再加上创始人沈南鹏、梁建章、包凡，我的天，这几个名字哪一个不是跺一跺脚，整个行业都要抖三抖的大佬？这个几乎就是中国互联网的半壁江山。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三师院的能量已经完全超越了什么阿里系的湖畔大学，或者是腾讯系的青藤会。它不是某个大佬的山头，而是中国互联网所有山头顶尖人物的巨头联盟。那三师院它是由中国投资界跟科技界好几个王炸级的人物一块搞起来的。核心的创始人包括谁呢？沈南鹏，在中国的科技圈，红杉资本的沈南鹏这个名字就约等于是点石成金。他投中了中国互联网的真的是半壁江山，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阿里、腾讯、字节、美团，几乎所有的主流门派他都深度参与过。梁建章是携程的老板，他可不只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更是一个对于人口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型大佬。陈一丹是腾讯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以前是腾讯的首席行政官。包凡是华兴资本的创始人，这个人可厉害了，他是中国的并购之王，新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交易的撮合者。你听过的几乎所有的大型并购融资案背后都有他的影子。光看看这几位创始人，就足以说明三师院的分量到底有多重。而他的学员名单，那更是个个都如雷贯耳，简直是星光璀璨。那么三师院最牛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就是他那个跨派系的整合能力。他的学员阵容真的是让人惊掉下巴。那这些人，他们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生，而是已经功成名就的下一代的科技巨头。那第一期的学员名单简直是让人窒息，有美团的王兴、今日头条跟抖音的张一鸣、滴滴的陈维，三小巨头齐了。还有腾讯集团的 COO 任宇欣，收购的王小川，这个操作等于是把腾讯系 AT 的挑战者、顶级的投资人全都扔到一个炉子里面，开启了诸神议会。而第二期呢，又把快手的束华、链家的左晖给拉进来，甚至还有香港新世界发展的郑志刚。你看他的版图已经从纯互联网扩张到了短视频、房地产、在线教育，甚至连香港的顶级财团都覆盖到了。你想想看，能够把张一鸣、王兴这样一些出了名、桀骜不驯的人物给拉进来，这个本身就够神奇了。更绝的是什么呢？在商场上打得你死我活的这些竞争对手，
比如说美团的王兴跟滴滴的陈维，抖音的张一鸣跟快手的束华，他们竟然是同班同学，这个就简直了。能够让这样一帮心高气傲、互相戒备的大佬们放下身段一块玩，这个不就恰恰证明了三四院有多特别吗？而且王兴跟张一鸣这种人，他们本来就素以深度思考、指点江山著称。你觉得他们需要坐得笔直听马云校长讲课吗？当然不需要。所以三四院它根本不是一个教你怎么样成功的学校，说白了，它是一个由造王者跟王者组成的，大家平等交流、共同决策的一个战略议事厅。这是一个真正华山论剑的地方，能够吸引这些巨头的，肯定也不是青藤大学那样一种商业赋能。你可以想想看，到了张一鸣、王兴这个级别，还有谁能够教他们怎么样做产品，怎么样搞流量吗？他们追求的一定是某一些更高层次的东西。好了，成员的名单已经这么留了，解释了三师院这个组织的能量，那么他们聚集在一块儿，到底聊些什么呢？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因为他们聊的东西直接暴露了这个圈子的野心跟思考的深度。三师院讨论的主线是人文与科技，比如说他们会探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这些最前沿的科技到底会给我们人类社会跟伦理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冲击。他们还会想寻找时代精神，说白了就是想要回答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到底应该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些什么，我们的历史使命又应该是什么。甚至还有全球化跟地缘政治的话题，比如说在全球格局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企业怎么样活下来，怎么样应对国际关系的挑战。我跟你说，他们聊的很多话题早就已经超出了普通商业的范畴，开始摸到哲学、社会学，甚至是政治学的边了。你比如说，他们探讨中美关系这门课，请的是谁呢？金灿荣，我们都很熟悉的国际关系问题的专家，还有乔梁将军，写过超限战的军事理论家。让这样一群掌握着中国最大流量、最强算法、最多资本的大佬跟解放军的将军关起门来聊中美是不是必有一战，网络战怎么打，这个想象空间是不是一下就打开了呢？说实话，这个感觉已经不是在寻找时代精神了，这是在干嘛呢？这个是在试图触摸，甚至是定义这个时代的权力格局啊。那除此之外，像耶鲁大学的校长、斯坦福商学院的院长，这些最顶级的海外学者，也都是三师院的常客。那如果说探讨政治跟国际格局还只是稍微有一点点敏感的话，那你们从他们内部文件的字里行间是能够闻到一股非常强烈的精英的味道和那样一种历史的使命感。我们可以看到院长包凡在寄语里面就问到，互联网的浪潮跟工业革命一样，总会成为历史。那这一代企业家会留下什么？他还拿斯坦福大学创始人的例子来暗示他们的目标是要留下超越商业本身的文明遗产。而教务长沙叶的寄语就更直接了，充满了雄心壮志。我们信逢3000年未有之大时代，你们的成就会超越斯坦福、卡内基、摩根跟洛克菲勒。三师院希望能够陪伴你们，从成功的商业领袖到对人类面临的大问题有深刻思考的思想者和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者。你听听这个话，超越洛克菲勒，这个野心简直是写在了脸上，对不对？这个清清楚楚的说明，三师院的这帮人，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早就不再只是当一个成功的有钱人，他们想当的是像美国镀金时代那些大佬一样，能够深度的影响国家，甚至是世界的历史进程。他们想做历史的塑造者，他们想当思想者跟行动者，而不仅仅只是企业家。当然了，他们会这么想，也不是因为自大，而是源自于一种深刻的集体焦虑。说白了，就是对于中国未来的
担忧。比如说，在探讨中国的创新能力的时候，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钱颖一就尖锐地指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扼杀了我们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跟批判性思维，而这三样东西恰恰就是创新的源泉。这个钱颖一之问，其实就是三师院之问。他们这群人本身其实是中国式教育的产物跟受益者，但是在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之后，反而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体系的创新基因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而这样一种集体的焦虑，才是他们拼命想要向西方学习、向哲学探寻、试图寻找时代精神的根本动力。三师院展现出来的不光是财富跟影响力，更是一种思想跟议程设置上的独立性，而这个恰恰是它高危属性的根本来源。比如说，他们的这个课程设置还暴露了他们分析问题用的一整套的思考框架，就是高度的学术化、数据驱动，而且深受美国顶尖经济学界的影响。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看待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基于自己的本土经验，而是开始用一整套全球通用的技术官僚式的分析框架。说实话，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一群掌握着巨大社会资源的顶级企业家组成一个体制外的群体，开始系统性的使用最前沿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工具来诊断和设计中国的未来，这个事儿听起来味道就完全变了，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引发权力中心的警觉。而这样一种舍我其谁的精英使命感，加上宏大的时代雄心，是三师院成员探索全球秩序这些敏感议题的内在动力，但是也让他们最终碰触到了现代国家政治结构里面那样一条最不容挑战的边界。而在课堂之外，三师院组织的活动也很有意思，除了团建参访这些，他们更追求精神上的共鸣跟思想上的淬炼。美团的创始人王兴在2018年参加完一次中东行程之后，就写了一首小诗，不小心还泄露了这样一种精神朝圣的本质。红纱七柱岭，星月满天星，丹峰驼背颠，市区车斗行，翻沙起泉阳，品闹谈初心，明朝何处行，游艺阿拉丁。这样一首诗的关键信息在于地点和意境，他们没有去东京，没去硅谷，而是去了约旦的瓦迪拉姆沙漠，一个充满了历史感、苍凉感跟宏大叙事感的地方。这个其实根本就是一场脱离了城市回归本源的集体仪式。那如果说王兴在沙漠里写诗，谈谈初心，还只是有一点点哲学范儿的话，那么三师院组织的另外一项活动就真的是彻底暴露了他们有多危险了。这个活动就是组织学员集体去美国内华达州的黑石沙漠参加1年1度的火人节。Burning Man， 想要理解这个行为有多炸裂，你得先知道火人节到底是个啥。它表面上像是一个反传统、反商业的艺术节，但是骨子里面它早就已经成了全球科技精英，特别是硅谷那帮大佬，比如说马斯克、扎克伯格，他们1年1度的精神朝圣地。说白了，这个地方就是硅谷的精神卖家。火人节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是彻底的自我表达、去中心化、颠覆现有的规则，用科技和艺术来建一个临时的乌托邦。三师院组织这样一群中国最顶尖的大佬，不远万里跑到这片荒漠，这个行为本身在我看来至少可以从3个层面来解读。第一个层面是寻求颠覆式创新的源头。当其他的商学院还在学习丰田的精益管理的时候，三师院这帮人已经意识到那些都是术，而真正的道，那样一种颠覆式创新根源不是来自于商业的逻辑，而是来自于混乱、艺术、跨界和对于所有规则的冒犯。火人节呢，
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的极致体现。他们去那儿就是为了打碎自己固有的思维定式，来一场格式化式的认知重启。而第二层是向全球科技精英的卖家朝圣。参加火人节其实就像是进入了全球最高阶科技精英圈子的一张投名状，这意味着三四院成员的自我定位已经不只是中国的企业家，而是一个全球化的科技新贵的阶层。他们的精神偶像也不再是本土的红顶商人，而转向了硅谷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极客和先知。他们拥抱的是源自加州的反主流文化、自由意志跟科技乌托邦的思想。这样一种思想内核跟我们强调集体秩序和国家引导的主流叙事存在着天然的矛盾。而第三层是终极联盟的血盟仪式。在火人节那样一种严酷的沙漠环境里面，没有助理，没有特权，所有人都要自己动手。这样一种共同面对生存挑战、共同创造、共同狂欢的过程，会形成一种远超普通商业合作的准血缘的关系。那如果说在约旦沙漠品烙谈初心是思想上的结盟，那么在火人节的沙尘暴里面，大家一块儿搭个帐篷，一起围坐篝火畅饮，那这个就是在生存体验上结下来的生死之交。所以你看，当大家在黑石城的烈焰当中烧掉那个巨大的木人的时候，他们点燃的不仅仅是对于创新的渴望，也是一团因为太耀眼、太不一样，而最终必然会被审视、会被规训、会被反噬的火焰。还记得王兴诗里那句品烙谈初心嘛？那这个直接点明了这个终极联盟的核心议题。初心这个词儿其实分量挺重的。当一群已经站在财富跟权力顶峰的人在沙漠的星空下围坐，讨论的不是下一个季度的财报，而是我们为什么出发，我们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这些根本性的哲学问题的时候，三四院这个组织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质变。这个不再是一个商业俱乐部，而是一个思想的共同体。他们不仅想要知道如何赚钱，更想要定义自己在这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和历史的使命。说了这么多，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抽象。来，我给您打一个比方，您会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就用菌丝网络这个概念。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些公司，什么拼多多呀、京东啊、美团啊，他们都只是在地面上生长起来的蘑菇，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底下，其实铺满了广阔的无形的菌丝网络，连接着整片森林的养分跟信息。阿里和腾讯就是这一片森林里面两个最大的、最强的军师网络系统。腾讯的军师网络核心是社交，负责输送流量；阿里的军师网络核心是交易，负责掌控商业的全链条。他们俩在地下为了争夺有潜力的新蘑菇，也就是那些明星创业公司，打了一场持续10几年的地下战争。那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神秘的三四院，它又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了？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地下的菌丝网络，它更牛，它是一个树冠网络。它能够把所有森林之王的树冠都连接起来，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地盘，而是为了能够让这些掌控着菌丝网络的巨头们能够坐在一块儿讨论一些关乎整个森林生死存亡的问题，比如说全球的风险、科技的伦理等等。这个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三四院必须那么低调，因为它的能量太集中，影响力太可怕，一旦暴露在阳光底下，必然会引来雷霆重击。而不管是菌丝网络还是树冠网络，你会发现总有那么几个名字会在每个网络当中都反复出现，这些人就是网络连接的关键节点。当三四院这群中国最顶尖的大佬在内华达的烈焰当中拥抱所谓的终极自由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一场真正的火焰也即将在现实的世界当中烧向这个联盟的核心，而被点燃的就是这个联盟的总设计师院长包凡。
湖畔大学的覆灭，很多人觉得是因为马云实在是太高调了。可三四院呢，他从一开头就保持着极度的低调和神秘。这个世界上知道这个组织的原本也没有几个人，但是你懂的，这么玩，迟早有一天还是要出事。到了2023年的时候，一颗重磅炸弹真的也就炸了。华兴资本的创始人，也就是三四院的院长包凡失联了。2月16日，华兴资本发了一个公告，整个市场都震动了。他们联系不上老板包凡，10天以后，公司确认包凡正在配合中国有关机关的调查。从那以后，这位曾经的资本红人，中国的并购之王，就这样从公众的视野里面彻底消失了。明面上调查的核心可能是一笔所谓的单位行贿，这个提供了一个符合法律程序的无懈可击的调查切入点，但真正炸裂的细节是，执行调查的机构里面出现了中央纪委的名字。执行调查的机构里面出现了中央纪委的名字，纪委一出手，那这个事儿的性质就完全变了。这说明这个 case 早就不是一个普通的金融案了，它已经上升到了政治审查的层面。后续事态的发展逻辑也显示，对于包凡的调查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精准打击，它的目标直指以三四院为代表的由科技与资本的精英组成的非正式的权力网络。你想啊，包凡作为中国新经济的超级掮客，他是三四院这样一种顶级圈子的核心缔造者跟维系者。他的角色就是那个穿针引线，在各大门派之间调停利益、弥合分歧的超级节点。他有本事能够让原本这些不可能坐在一块的大佬建立信任，形成共识。作为顶级的投资银行家，包凡掌握的是一种能够深刻影响整个产业格局的非正式的网络权力，所以选择包凡作为打击目标，这个策略的考量其实也挺明显的。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精准打击，威慑效果是指数级的。通过带走包凡，国家向三四院的所有成员传递了一个不用说出口的警告：你们的秘密盟约，你们的私下讨论，国家一清二楚。这是一次高超的政治外科手术，精准地切除了一个被认为有潜在威胁的组织核心，而且只对包凡采取行动，又能够避免直接针对沈南鹏或者是有全球影响力的一些标志性人物，从而避免引发更大的市场恐慌跟国际舆论的反弹。这是一种敲山震虎的策略，用最小的直接代价达成最大的威慑的效果。包凡的悲剧给我们亮起了一些风险的警示灯。当一个商人从创造价值慢慢的变成了分配利益的角色的时候，危险就来了。当一个商业的组织从商业模式上升到顶层设计派系平衡的时候，警报就已经拉响了。最危险的权利就是那些看不见但是又真实存在的权利。当你成为一个系统里面不可或缺的超级节点的时候，你也可能会被看作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点，从而被定点清除掉。我们没有办法断言包凡的遭遇跟三四院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这件事情释放的信号是再明确不过了。包凡失联以后，三四院这个名字从所有公开讨论当中消失了。当一个联盟当中最关键的连接节点被精准移除之后，整个网络事实上也就瘫痪了。而这个曾经灿若星河、星光熠熠的终极的联盟，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沉寂了，消失了。还记得王兴那样一首小诗的结尾吗？明朝何处醒，犹忆阿拉丁。现在再读，流露出一种特别复杂的味道。明朝何处醒这一句充满了不确定性跟迷惘。你可以想象一下，对于这些已经可以掌控巨大的商业帝国的人来说，这样一种对于明天醒来在哪儿的叩问，深刻地反映出他们对于自身和时代未来的深层的焦虑。即便强如他们，也没办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个为三四院后来的成绩埋下了一个充满宿命感的伏笔。而游艺阿拉丁是一个非常绝妙的比喻，阿拉丁神灯代表的是实现一切愿望的巨大的力量。这样一群新经济的巨头，他们无疑就是这个时代掌控了神灯的人。但是这样一股力量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责任和不可预测的风险。这句诗既有对于自己所拥有的这个魔力的自豪，也隐隐透露出
对于这样一种力量能否被驾驭的敬畏与不安。王信的不安其实是有道理的，要梳理中国新经济权力的史诗，湖畔、青藤、三四院确实是特别好的抓手，因为这三个最顶级的圈子刚好能够把最有权势的这帮人都给串联起来。但是你要是以为政府只是看这几个大学跟这几个组织不顺眼的话，那你就还是没有看懂2021年那样一场监管风暴的本质。风暴过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马云的阿里系被折腾得面目全非，成为的滴滴遭受重创，但是马化腾的腾讯却相对平稳地度过了危机。还有三四院那个圈子里的王兴跟张一鸣，他们都选择了主动退隐，实现了所谓的软着陆。但是包凡呢，这位资本圈的超级连接者，最终却失联了，遭遇了彻底的硬着陆。这些大佬截然不同的结局真的不是偶然，咱们来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最终的命运。其实说白了，这样一场监管风暴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就是需要重新确立国家权力跟资本力量的边界。简单一句话就是，任何个人或者企业的能量都不能够超越国家的掌控。我觉得这里面有3条非常清晰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第一条是金融的稳定，这个是核心当中的核心。国家就是要防止那些大型的科技公司，比如说支付宝、蚂蚁金服，利用他们的平台优势搞监管套利，引发系统性的风险。第二条是社会舆论，这个也很关键，就是不能够让那些平台型的公司，比如说抖音、快手利用自己的媒体属性去影响公共议程。而第3条的话是资本的秩序，说穿了就是要遏制资本通过复杂的交易跟联盟形成那些不受约束甚至能够挑战监管的权力中心。当然了，还有一条绝对的高压线，就是数据安全，这个事关国家主权，更是碰都不能碰。所以我们看看不同大佬的最终结局，其实都能够通过他们是否碰到了这几条红线，根据他们在几条红线上的位置得到非常精准的解读。我们先来说说马云跟他的阿里系。老实说，我们看到马云是这场风暴当中最典型的案例。为什么呢？因为他几乎把所有的红线都踩了一个遍，而且还是非常高调的碰了线。金融稳定这一块，蚂蚁集团的花呗、借呗，说白了就是在国家严格管控的金融腹地搞颠覆式创新。你想想看，那个巨大的潜在的杠杆对于传统银行体系的冲击，在监管眼里就是对于国家金融安全的直接威胁。在社会舆论层面，马云长期以来以这个创业教父跟思想导师的形象来示人，特别是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竟然敢公然批评监管体系，这番话在监管看来就是对于国家金融权威的直接挑战。在所有企业家里面，马云的姿态是最高调的。再说到资本的秩序，阿里巴巴通过庞大的投资版图构建了错综复杂的阿里系的联盟，这个不就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警惕的一个完美的样本吗？所以我们看到马云几乎完美的撞上了所有的红线，尤其是对于核心金融领域的深度介入和公开叫板的姿态。所以阿里系成为了杀鸡儆猴的首要目标，这个一点都不意外蚂蚁上市被叫停，公司被天价罚款，马云本人长期淡出公众的视野，这个一系列的系统性的打击，其实都是他们撞上所有红线的必然的结果。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三四院这个圈子，这里的结局真的展现出了主动跟被动的鲜明的对比。先说一下包凡的命运其实是监管风暴从前台的这个平台经济深入到了后台的资本运作的一个必然结果。你要知道，包凡的华兴资本是中国新经济并购潮的幕后总导演，他本人更是横跨了创业者、投资人甚至体制类金融力量的
资本的超级连接者，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因为它的核心价值跟风险都基于包含一手编织的这样一张庞大的关系网络。当监管的目标转向开始清理资本流向跟利益纠葛的时候，作为一个超级枢纽的包凡，他没有办法像王兴或者是张一鸣一样，可以通过隐退来切割风险，所以他的失联是只能够被动的卷入风暴中心的硬着陆。还有滴滴的成为，它是因为触碰了非常敏感的国家数据安全的红线，而在监管部门多次警告数据安全风险的情况底下，他们竟然还敢选择在美国上市，这个行为被解读成是把涉及国家安全的地理信息的数据置于美国监管的管辖之下，这是绝对不可以碰触的底线呀。所以滴滴遭受的打击是非常精准而猛烈的， App 下架，多部门联合进驻调查，最终被迫从美股退市。但是我们看到王兴跟张一鸣他们就不一样了，这两个人上演了非常完美的软着陆。作为美团跟字节跳动的创始人，他们同样手握巨大的平台能量，这两个人同时都以思想深邃、喜欢针砭时弊、影响力巨大而著称。他们的风险主要是来自于可能会触碰到社会舆论这条红线，但是呢，他们也都非常敏锐地洞察到了商业领袖跟思想导师这个角色的高危性。在监管刚刚开始的2021年，他们就果断地采取了预防性的自我切割。张一鸣卸任 CEO， 王兴清空了饭否，所有这些动作都是在主动地向外界跟监管层传递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我们都只是纯粹的企业家，无意谋求商业之外的影响力。而这样一种实物的提前避险真的非常聪明，也让他们能够成功的把自己从潜在的靶心上移开了，保全了他们自身跟企业的平稳过渡。最后我们来说一说马化腾跟他领导的腾讯系。坦白讲，腾讯是这场监管风暴当中受损最轻的巨头。为什么呢？我觉得关键在于他们长期奉行的这个低调务实跟战略对齐。在金融领域，腾讯金融始终是以连接器跟助手的姿态来配合监管，而不是充当一个非常激进的革命者。在舆论的层面，马化腾本人极少发表超越商业范畴的个人观点，公司对于微信的管理也非常的审慎。而资本的层面，腾讯的投资策略倾向于构建松散的生态联盟，而不是非常强控制的商业帝国，这个就降低了无序扩张的观感。而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腾讯近年以来全面转向产业互联网跟服务实体经济的这个战略，这种做法是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方向保持高度一致。所以你看，这种非常低调的姿态、配合的态度，以及与国家战略的紧密捆绑，让腾讯虽然同样受到了反垄断的处罚，但是核心业务没有伤筋动骨。他们非常成功的在风暴当中保持了相对安全的距离。好了，说了这么多，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样一场深刻影响中国科技产业格局的监管风暴，其实为新时代的商业精英们清晰地划定了行为边界。你可以是成功的商人，但是不能够是挑战金融秩序的银行家。你可以是有思想的企业家，但是不能够是引导公共议题的意见领袖。你可以是活跃的投资者，但是不能够是编织权力网络的资本盟主。我们可以看到，从马云的跌落、包凡的失联，到王兴、张一鸣的退隐，再到马化腾的平稳的穿越，每一个人的不同的结局，都是他们在这样一张全新的边界图上，对于自己的位置跟姿态做出选择之后所得到的相应的回应。我们可以断言，那个曾经属于中国商业教父跟盟主的江湖故事已经落幕了。马云的湖畔大学代表的是一个企业家试图凭借个人魅力跟商业的成就成为社会精神领袖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终结了。
沈南鹏跟包凡的三四院代表了一个技术跟资本的精英，试图跨越派系，构建思想共同体来引领时代的梦想。这个梦想也已经破灭了。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与商业关系将会进入一个以国家统合主义为特征的新阶段。企业家跟私营的资本仍然会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的自主性将会永久性的被置于一个严格的框架之内。他们会被渴望成为爱国的、创新的、能够创造利润的经济主体，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必须在政治上绝对服从。湖畔、青藤跟三四院的故事已经成为一则在中国所有企业家心中回响的警示预言，它昭示了一个新的现实。我们今天看到的不是国家要扼杀民营经济，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深刻的规训与收编。国家的目标不是要摧毁这个创造了巨大财富的部门，而是要把它安全的、更彻底的整合进国家战略的宏伟蓝图里，让它成为一个有用的、服务性的，但是绝不具备独立意志的组成部分。我想中国互联网的江湖不会消失，但是它必须要接受朝堂制定的新秩序。市场的活力或许还在，但那样一种可能催生出独立权力中心的江湖豪情将会被永久的化解。那这个对于中国未来的创新生态、风险文化，来自于整个商业文明的灵魂将会意味着什么？您认为这样一种变化对于未来的商业创新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有答案，欢迎您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如果这个视频对您有启发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也不要忘记订阅爱生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